宫宴上，状元郎和嫔妃在偏殿私通，为了保住他的前程，我自毁名节，认下了那床榻上的落红。后来他被查出科举作弊，全家流放，我才明白我有多蠢。你这个丧门星！我儿沈婷寒窗苦读10载，若不是被你这个狐狸精缠上，怎会落得科举舞弊、满门流放的下场？婆母，当初是沈婷求我，是我舍了名节才保住她的前程。呸！谢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你还有脸提当初？你这种烂了名声的妇人，活该被千人指、万人骂！父亲救我！活该！沈婷，我替你认罪入府，替你受辱，已经纵容你母亲这样对我。若有来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天哪，这可是赏花宴，竟然有人在后宫偏殿行此秽乱之事。看那谢家女的模样，魂不守舍的，定是她勾引了沈大人。我这是做了预知梦，现在一切都还没发生。谢家也算书香门第，竟出了这么个不知廉耻的狐狸精。梦中的我，就是在这一刻，相信了他那句“此生不负”，替他认下了这桩丑事。这一世，我绝不替你认。臣女要告发状元郎沈婷与宫中嫔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你说什么？臣女不敢妄言。沈婷与宫中嫔妃私通，这床榻上的血便是证据。谢小姐，你当真要如此绝情？谢小姐绝情，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？瞧沈大人这副模样，不像是私通，倒像是被冤枉的。那夜在后花园，你哭着说谢家逼你嫁给那个纨绔子弟，求我带你走。我一时心软，坏了规矩。我本想今日宴后便求皇上赐婚，哪怕拼着这状元功名不要，也要护你周全。可你竟为了不连累谢家名声，反过来诬陷我与嫔妃私通，那是诛九族的罪名啊！你这是要逼我去死，好全了你的清白吗？难怪沈大人这些日子神色不好，原来是被谢家女缠上了。好狠的心，自己不想担名声，就把人往死路上逼。沈大人也是倒霉，竟惹上这么个祸害。绝情，沈状元，你倒是会说。皇上，微臣清白，还请明察。若臣当真做下秽乱宫闱之事，愿立刻伏诛。可若是污蔑，臣宁死也不能认。放肆！本宫看中的驸马，岂容你这满口胡言之人肆意偏袒？驸马，原来如此。难怪在梦中他急着把脏水全泼在我身上，难怪他默许京中流言肆虐，让我再无翻身之日。他根本不是护短，他是在保他未来的驸马。你口口声声说他与嫔妃私通，证据呢？来人，把这满嘴谎话之人拖下去，先搜身。若搜出什么见不得人的情信，不必回禀，直接乱棍处理。天哪，这可是当着皇亲国戚的面搜身，对于未出阁的女子，这名节便怕是当场就毁干净了，太狠了。梦中的我就是太懂规矩，太怕连累家门，才一步错步步错。这一次，我谢恒偏不认命。皇上在上，长公主竟要在御前对臣女动私刑。臣女告发的是后宫秽事，查的是天子脸面。长公主如此急着堵臣女的嘴，究竟是在护谁？放肆！你敢攀扯本宫？臣女不敢攀扯，只问一句：若沈婷当真清白，为何不查？为何不让禁卫军封锁偏厅，细审进出之人，反倒先来搜臣女的身？都住手！谢家女，你既开了口，便该知道，若拿不出证据，
污蔑朝臣、攀扯嫔妃是死罪。臣女知道。那你还敢告？这谢家女真是疯了，不要命了！要我看，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这件事之后，看哪个好人家敢要她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就你这名声，也就我儿好心娶你。给我跪在这里请罪，抄不完经书，不许吃饭。儿贤明白。哼，恒娘，你且再忍忍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你多体谅。臣女敢。梦中的罪我受够了，比起死，我更怕像梦中那样窝囊的烂在泥里。今日我就算拖着你们所有人下地狱，也绝不回头。既如此，微臣也不能再替谢小姐遮掩了。他想干什么？梦中可没有这一出。皇上，这是谢小姐送给微臣的信物。她说若今日微臣不肯当众承认与她的情分，她便要让微臣身败名裂。微臣原以为只是儿女情长，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构陷微臣的刀子。这帕子上的香气，与那床榻间的余香一模一样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您看看，哟，瞧瞧，真是谢家小姐的帕子，连那个横字都绣得清清楚楚。这可是姑娘家的闺名，想抵赖都难。谢小姐，赃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母亲，跟这种不知廉耻的人废什么话？谢小姐大概还不知道，你身边这个叫小翠的丫鬟，方才已经向本君主招了。小翠，当着皇上的面，把你看到的再说一遍，看谁还能狡辩。是，奴婢亲眼看见小姐爬上了沈大人的床，小姐还命奴婢守在门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小姐饶命，奴婢不敢隐瞒，奴婢真的不敢撒谎。小姐，您说只要沈大人愿意认，您便能风风光光进沈家；若他不认，您就闹到浴场去逼他娶您。奴婢只是个下人，奴婢不敢不听。好一个亲眼所见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承认了又怎么了？只要你认下，我正好可以光明正大娶你。又是这句。梦中我名声尽毁，他在花轿前温声说：“别怕，以后我护着你。”可最后他却亲手把我送进地狱。沈婷，你也配？谢小姐，何必如此？闹到这一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没好处，那对谁有好处？是对你，对长公主，对明安郡主，还有那个躲在暗处不敢露面的嫔妃都有好处。你们联手拿我的命、我的名声，还有我谢家的门楣来填坑，是不是？住口！你还敢狡辩？皇上，臣女若真想赖上沈婷，何必选在宫中偏殿行此蠢事？我一开口就告她私通嫔妃，我很清楚，那是诛九族的死罪。若只是为了嫁她，我把自己也搭进去，臣女疯了不成？谢小姐说的对啊，谁会为了逼婚去欺君啊？这不是自杀吗？除非她真疯了。因为你知道，一旦事情闹大，我若不想死，就只能认下与你的私情。你这是要把死罪变成儿女情长，你算准了我不敢拿九族去赌。没道理呀！我儿清清白白一个读书人，就被这种没脸皮的缠上啊！这声音是梦中害死我的神母。谢家好歹是书香门第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没脸皮的狐狸精？你勾引不成就要毁我儿前程，我儿正人君子，能看上你这种货色？臣妇惊扰圣家，臣妇该死！可我实在看不得我儿被这毒妇逼死啊！我儿自幼守礼，从不近女色。谢恒，你要是真有半点廉耻，就该现在一头碰死，给我们沈家赔罪！母亲，盛家在前，别说了。我为何不能说？你就是太心软，才被这毒妇拿捏。你替他遮掩，他却想要你的命啊！谢恒，你自己送帕子假落水，甚至买通和尚说你们是天作之合。我何时买通和尚，又何时故意落水？若是拿不出证据，
沈夫人，你也是女子，就如此辱我名节，为你的儿子开脱吗？贱人！皇上，今日百花宴禁卫森严，沈母一介白身，若无人开路，怎能直闯内院？谢恒，你少在这转移视线！臣女不是转移视线，而是不明白，帕子在沈婷手里，丫鬟被收买，沈母恰好冲进来。长公主见多识广，您告诉臣女，这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？放肆！竟敢质问本宫！皇上，臣女不求旁人信我，只求2件事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请太医查验；第二，查今日巡逻录案。臣女敢用命担保，方才必有宫妃衣冠不整，离开过偏殿。大胆！你还敢攀扯嫔妃？臣女这是在救皇家体面。若那落红真不是臣女的，那她是谁的？若今日不查清，来日流言入了市井，传承状元白日秽乱宫廷，长公主想要如何收场？谢恒，你究竟要我怎样？你毁我不要紧，何会把皇家也拖下水？你若只是想要个名分，我认，我现在就认，哪怕从此无缘仕途，无缘上主，我也认了。你认什么？认你一边装清白，一边与贵人苟且，还是认你吊着郡主，却拿我当垫脚石？沈婷，你想娶我，可惜我嫌脏。简直是反了！母亲，他就是在胡搅蛮缠，快把这贱人压下去！我的手工石还在，谁敢碰我？手工纱，那竟是手工纱！那红点如此鲜艳，分明是完璧之身。他还是处子，那榻上那抹月红绝对不可能是他的。那沈大人刚才口口声声说的私情，岂不是全是编造的诬陷？这怎么可能？沈老夫人，您方才骂得那样大声，说我不安分，说我勾引沈大人。如今这手工石就在眼前，您还有什么说的？你这个……方才您说我若有半点廉耻，就该一头碰死给沈家赔罪。如今证明了我的清白，沈老夫人，您是想让谁去死，好全了这所谓的沈家颜面？沈庄园，你刚才口口声声说那榻上的落红是我的，甚至还拿出一方帕子，想以此定我的死罪。可如众位所见，我谢红至今仍是完璧之身。那么请问沈大人，既然我人在这里，那榻上那一抹血，究竟是哪位家人留给你的情分？够了，谢恒，你即便自证了清白，也不过是说明沈大人认错了人，或许是受了小人蒙蔽。长公主此言差矣，这可不是认错人那么简单。沈大人方才信誓旦旦，连我的帕子都拿得出来，这分明是有人早就盘算好，要拿我的名声去填这个窟窿。皇上，沈大人方才说他为了这份私情宁死不认污蔑，既然他如此深情，却连枕边人是谁都说不清楚，这实在荒谬。臣女建议，不如请负责今日百花宴巡逻的禁卫军查一查，就在方才搜出落红的前后半个时辰内，究竟是宫里的哪位娘娘衣冠不长的离开了此处，回了寝宫。准。丽妃娘娘方才好像确实走得极匆忙，她发髻上的步摇都少了一根。作死啊！你不要命了？皇上，微臣真的是受了谢家小姐的纠缠，一时眼花。皇上开恩，我儿是读书读傻了，他没见过这种阵仗，定是谢家这丫头用了什么妖法，求皇上明察呀！不够，远远不够，仅仅是难堪，怎么能抵偿我之前的委屈？我要让丽妃连同你们这对贪婪的母子，一起在皇帝的怒火下彻底粉碎。我要让你们体会到什么锥心之痛。依本宫看，这场风波皆因你而起，你难辞其咎。来人，快拖下去！慢着，沈大人袖中还有更要命的东西。夫君那帕子是谁的？这是贵人赏的，你少管闲事。按住了，果然还在，和梦中一一应验。沈婷，你这自诩风流的坏毛病，终究要了你的命。沈哥哥，你袖子里到底是什么？你快拿出来告诉大家，那是误会啊！谢恒，你疯了！拿出来！沈大人，你若真问心无愧，敢不敢把你袖子里的那方帕子当众拿出来，让皇上亲自瞧瞧，瞧瞧那帕子的一角，是不是也沾着和这榻上一模一样的血？疯了！这贱人彻底疯了！来人，快拦住他，别让那疯女人靠近沈大人！
禁卫，按住沈婷，给朕搜！不，皇上，微臣冤枉，谢恒是在陷害微臣。合欢花，那是丽妃最爱的合欢花。沈哥哥，你竟然真的……放肆！真是好一个状元郎呢！不可能，这帕子定是有人栽赃。我儿是读书人，是天子门生，他自幼连重话不敢说。我儿绝不是这样的人。这次他自寻死路，你们又何必自欺欺人？这世上可不是每回都有人替你们吞下爱果的。传丽妃。皇上有旨，传丽妃娘娘觐见。谢恒，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从一开始就在等这一刻。是，我一直看着你如何处心积虑污蔑我，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引人发笑。沈大人，我一直在等你自取灭亡。这哪是来觐见的？分明是刚从被窝里被揪出来的。皇上，好，很好。看来丽妃你是要不打自招了。把这贱人拖下去，关入掖庭，给朕好好审问。皇上饶命的，嫔妾再也不敢了。陛下，这沈婷祸乱宫闱，罪大恶极，请陛下严惩。皇上开恩，皇上明察呀！我儿定是被人害了，她一定是受了这谢家女和那狐狸精的蛊惑，她是无辜的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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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传太医，传太医啊！全完了，如今这个局面恐怕难以收场了。皇兄，是臣妹识人不清，竟被这蛇蝎心肠之眼蒙蔽了双眼，请皇兄责罚。沈婷，你一个寒门出身的废物！本宫当初赏识你是看你有几分才学，想给你个飞黄腾达的机会。你倒好，把这点狐媚才学全用在勾引后宫嫔妃上面。本宫当你是个可造之才，没想到你骨子里不过是条上不得台面的赖皮狗。殿下说的是，微臣是条狗，可殿下当初是怎么对这条狗的？殿下自己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殿下口口声声为了郡主的终身幸福，3番5次召微臣入府叙话，可每回郡主都不在场。怎么会？殿下留微臣用膳，留微臣品茶，关起门来召见，目的可不是郡主的婚事。天哪，这意思是长公主自己？难怪当初沈婷能如此平步青云。微臣只是区区寒门，看不懂殿下的厚爱，不敢僭越。可今日殿下为了自保，当众折辱微臣，微臣倒想请教殿下，是殿下您先过河拆桥，别怪微臣忘恩负义。精彩啊！这就开始狗咬狗的戏码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给本宫拖出去，给本宫生生打死他！够了，长姐，你该庆幸，今日在朕面前丢掉的只是脸面，而不是脑袋。母亲，母亲！快看，那沈大人竟然跪了！方才还和长公主一副鱼死网破的态度，如今这是转向谢小姐求饶了。谢恒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求你，我对你做的那些事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把人家明姐往死里踩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她的罪？可我母亲她真的不知情，她只是护子心切。她一个乡野村妇，她懂什么？她是无辜的。你要恨就恨我一个，我愿意承下一切，哪怕你要我的命都行。只求你谢恒，求你跟皇上求个情，放过我母亲这一回。沈婷在跪着，你现在是因为你机关算尽后无路可走了，不是因为你真的悔悟了，更不是因为你觉得对不住我。你心疼的从来只有你自己和你那孝子名声罢了。况且你欠下的债，不是在这里跪一跪、哭一哭就能还得清的。你母亲强闯御宴，干预宫闱，我朝的律法自有公断。她会有什么下场，是由圣上决断。于我，
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谢家女，臣女在。你今日告发有功，不仅救了自己，也让朕看了这一出好戏。可朕在想一件事：沈廷秀中那方铺子，连朕身边的老奴都未必能隔着衣料看清花样。你长在深闺，如何在那电光石火之间就断定那袖中藏着的是宫中之物？甚至连合欢纹和帕角油液都敢言明。这个问题若是答不清楚，皇上定会疑心我与后宫有私，甚至怀疑这出戏是我布下的局。但凡皇上怀疑我知情不报或者别有用心，这便是一个送命的问题。臣女不敢欺瞒圣上，臣女幼时曾随家母入宫谢恩，曾在太后宫里的屏风和娘娘们的赏赐中见过此种独特的合欢花样。臣女不敢欺瞒圣上，方才沈大人与长公主争执，她由于心虚，下意识按住袖口，那帕子的一角不慎滑落。臣女当时已被沈大人母子逼到了绝境，若不求变，谢家今日便是万劫不复。臣女不敢断言那必是丽妃之物，但见那花样贵气逼人，不似凡品，便只能以命相搏，搏命一试。你倒聪明。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想活。是啊，今日若不是谢家小姐自己拼死撕开这层真相，如今被嬷嬷们拖下去当众搜身，毁了名节，然后被乱棍打死的就是她了。即便她是谢家嫡女又如何？若沈婷真的认下了，谢家除了把女儿送去沈家受苦，保全那点虚名，还能做什么？看来今日之事已真相大白，是谢家女受了委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若再起波澜，无论身份高低，杖毙，全族连捉。至于这沈婷，先关入大牢，由大理寺彻查。臣等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呦喂，还不快把人压下去！放开本官！我的儿啊！母亲，母亲救我！我的儿啊！母亲，母亲救我！走快些！皇上特旨护送你出宫，那是天大的恩典，别在这儿磨磨蹭蹭。我儿啊，天爷呀，那是状元郎，是天子无声啊，怎么会进了天牢那种地方？禁声！再敢在宫门口哭喊，现在就送你进去陪他。终于结束了吗？沈婷，这个烂入骨髓的贱骨头，本宫为他铺了多少路，他竟敢反咬一口，毁了本宫的名声，毁了长公主府的脸面。长公主息怒，您已经气了大半日了，身子要紧。宁安呢？他还没吃东西吗？郡主在房里不见人，太医说是心病，只能静养。小姐回来后就一直坐在这儿，动也不动，像在想什么。你懂什么？小姐要是进了沈家门，哪还能现在这样安稳的喝口热茶？梦中这个时候，我正满怀欣喜的被沈婷娶进了沈家，以为那是我的归宿。如今坐在这里，茶是热的，命是自己的。沈婷下了天牢，丽妃关入冷宫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改了结局。你要去天牢？沈婷犯的是秽乱宫闱的大罪，不日便要定刑。你一个姑娘家去那种污秽之地做什么？臣女知道，但臣女有些话想亲自说给她听。若是不说，这辈子怕是都难安生。皇上，谢小姐受惊一场，这心结若是不解，准了，让内廷拨个牌子带她去吧。谢陛下。快点，快点！这鬼地方，多待一刻都要少活10年。谢小姐，您当心脚下，这儿满地都是陈年旧血和煤台，您若是受不住，咱们便快去快回。这官家小姐怎么回事？那些大老爷们进来都要吐3回，她怎么跟逛自家后花园似的？真是奇了。你来了，我想过你回来，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。开门。谢小姐，这可是重犯，万一伤着您，皇上都点头了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这谢家千金手劲这么大，我看那是恨疯了。你看沈大人动都不敢动一下。行了，闭嘴吧，管好自己的眼珠子。谢恒，你要干什么？谢恒！这一棍是打你在佛堂外的虚伪，这一棍是打你流放路上的畜生行径，这一棍
是打你害我名声尽毁。沈婷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其实我已经在你们手中死过一回了。你不是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知道那方帕子的合欢纹？你是不是还在疑惑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为什么连你袖中藏着什么、什么时辰动手都一清二楚？因为我是死过一遍的人，沈婷，我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。我爬回来，从来不是为了听你这虚伪的忏悔，更不是为了原谅你。我回来，是为了亲眼看着你。我要看着你，把你欠我的、欠谢家的那一分一毫的血债，都还个干干净净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谢恒，谢恒，你回来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谢恒。谢小姐，皇上吩咐了，该您早些回府歇息。是该回去了。威武！罪犯沈婷，案情已定。经查，沈婷私通后宫，秽乱宫廷，此罪一。廷尉府奉旨复核当年旧卷，于尔家宅密室中搜出当年科考同谋往来书信，并查实尔伙同礼部同僚科举赌弊偷漏考题，此罪二。皇上亲批，两罪并罚。主犯沈婷判流刑，即日发配边疆，终生不得返京。呸！还状元郎呢，原来是个偷题私通的烂人。多亏了谢小姐告发，不然这种人进了庙堂，咱们百姓哪还有活路？沈婷，你还真是活该呀！有秽乱宫闱一事在前，廷尉府顺藤摸瓜，连你科举舞弊的老底都掀了。沈婷，这结局你可满意？娘娘，该上路了。不，我不要，我不想死。私通外臣，没让您受那凌迟之苦，已是法外开恩。娘娘莫要挣扎了。走走走，赶紧卷起你的烂铺盖滚蛋！你通融通融，我这还有3天的房钱没住够。我呸！谁敢留你？你儿子是科举舞弊的贼，留你在这儿，这院子以后还租得出去吗？赶紧滚，别脏了老子的地界！天爷呀，我儿沈婷是状元郎啊，他是文曲星下凡，他是要上公主做驸马的，他是要给我们沈家光宗耀祖的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谢氏嫡女谢恒书甚性诚，于赏花之宴临危不惧，揭发奸佞之徒，朕深感其才，破格擢升，封为正六品女官，掌内廷司礼，钦此。谢大人，请接旨吧。臣女谢恒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我谢家的好女儿，是爹没用，那天没在，让你一个人在御前搏命。没事的，爹爹，女儿长大了，能保护好自己的。乖女儿，真给爹争气。好了好了，这是泼天的好事，莫哭了，叫人看了笑话。臣女多谢大人。谢大人，恭喜了！这女官之职，皇上可是半个月内亲口提了3次，足见圣眷。以后进了宫，还得谢大人多多提点。蒙圣上不弃，必当尽忠职守。诸位大人辛苦了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你听见了吗？是正六品女官，太好了！那天赏花宴回来，我都以为小姐的名声要完了，没想到小姐竟然从那种绝境里生生给自己挣出了个前程。看以后那些碎嘴的小姐夫人还敢不敢在背后编排我们小姐？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谢家那边出大事了！谢家是不是谢家女被损了名节，自尽了？退什么婚啊？你这都是猴年马月的消息了。皇上降下恩旨了，皇上封谢家女做女官了。真的假的？女官？大周朝可没几个女官啊！千真万确，御前亲封。说谢小姐在赏花宴上胆识过人，忠君护理，揭发奸邪有功。皇上不仅赏了无数绫罗绸缎，还破格封了个正六品的女官。正六品？哎呦喂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级啊！今儿早上我亲眼见的，谢府门口那叫一个热闹，车水马龙的。宫里的内侍刚走，
京城里那些高门大户就排着队去送拜帖，那些以前避谢小姐如蛇蝎的夫人小姐们，现在全都在谢府门口挤破了头。恒儿，你的意思是，沈婷这件事绝不是表面这么简单？我思来想去，沈婷不过一个寒门弟子，哪里来的门路提前弄到刻苦的考题，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题目送到学子们的手中？而且丽妃毕竟是个妃位，怎么会与那沈婷私通？此前种种无不透露蹊跷。如今你已是御前女官，若这真是刻意针对我们谢家的局，背后之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。所以啊，爹爹，现在我们得主动出击才行。罢了，恒儿，如今到了这一步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爹爹全力配合。爹爹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护好爹爹和娘亲，护好谢家。明日我就借着进宫谢恩，请求陛下让我去廷尉府查查沈婷的档案。去吧，今日早些歇息。是，女儿告退。这京城怕是要有大变呐！谢大人，您要的沈婷案卷族都在这里了，只是……皇上特许，主簿大人不必为难。沈婷的罪状写得清清楚楚，流放3000里，押解出京。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押解沈婷的队伍是哪支？回谢大人，是京畿卫第3营的弟兄，领头的是刘校尉。刘校尉，这个人我好像没听过。刘校尉是刚调任的，之前在北京守边，3个月前才回京。3个月前，沈婷出事到现在也不过1个月，一个刚调任的校尉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，巧合吗？多谢主簿，这些卷宗我想带回去细看，明日归还。是，谢大人请便。这鬼天气，热死个人！快点走，别磨蹭。马上就到前面的驿站了，歇一歇再走。有埋伏，戒备！是他吗？是。你们终于来了。带走。快上报廷尉府，犯人被劫了！进来。大人，驿道那边出事了。说，押送沈婷的队伍在青石驿附近遭人劫持，犯人被劫走。劫走了？押解的官兵呢？还活着。袭击的人下手很有分寸，只伤不杀。那些人训练有素，不是普通的江湖草莽。果然，大人早就料到了。不是料到，是觉得不对劲。沈婷一个寒门书生，哪来的本事在赏花宴上布那么大的局？长公主也好，丽妃也好，她凭什么让这些人替她卖命？她背后还有人，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在帮她，从科举舞弊到攀附长公主，再到与丽妃私通，每一步都有人替她铺路。大人怀疑是谁？我还不知道，但这个人能在天子脚下劫走侵犯，势力不小。应，我要你去查一件事：沈婷入京以来的所有行踪，见过什么人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事无巨细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沈婷，你以为逃得掉吗？这一次，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你揪出来。还有站在你背后的人，都给我等着。恒儿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娘，我没事，就是这几日没睡好。是不是宫里的事太操劳了？你刚上任，也不用事事亲力亲为。没事，女儿自己会注意的。小姐，大夫开的安神药，您趁热喝了吧。恒儿，恒儿，你怎么了？快去请大夫！娘，我没事，演给外面看的。快去请京城最好的大夫，恒儿，你可不能听说了吗？谢家那位女官大人，据说得了急症，
太医都束手无策。真的假的？前2天不还好好的？千真万确，我有个亲戚在谢府当差，说大人吐了好几次血，脸色白得像纸一样。可惜了，好不容易熬出头。哼，有什么可惜的？树大招风，这京城的富贵，哪是那么好享的？是。夫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大人这病来势汹汹，老朽行医4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症兆，脉象虚浮无根，五脏之气紊乱，怕是不好。大夫，求您救救我女儿！老朽尽力，只是老夫人也要有个准备。小姐，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神医那边安排好了吗？尹大人已经去办了，那位张神医3日内便会入境。好，放出风声去，就说只有张神医能救我，其他人都不行。沈婷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按耐不住。车里什么人？回官爷，车内是应谢府之邀入京看诊的张神医。原来是张神医，请进。什么人？车里坐的是张神医。各位好汉，不知找老朽何事？有人让我们给您带句话：想活着，就不要多管闲事。张神医，谢恒请你来的。你又是谁？不准救他，听到了吗？不准救他！他把我害成这样，把我害得家破人亡，他凭什么活着？他应该去死，他应该早点去死。公子，此人杀不得。主上说过。主上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他救我出来，不过是想利用我。谢恒必须死，他必须死！你听着。回去告诉谢恒，让他在病榻上等死。若你敢救他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，拆了你的骨头。拿下！中计了！撤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走狗！谢恒那个贱人！沈大人，别来无恙。让他说话。谢皇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诈病引我上钩。不诈病，怎么引蛇出洞？你以为抓了我就能怎样？皇上已经判了我流放，你敢私自用刑？你错了，你现在不是流放的犯人，你是被人从押解路上劫走的逃犯。我甚至可以现在就把你交还给廷尉府。你猜，等待你的是什么？逃狱，罪加一等。这次怕是连流放都不用了，直接秋后问斩。你想怎样？告诉我，是谁救的你？不说，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沈婷，你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什么比死更可怕吗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想得到。你敢动我，主上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终于肯提主上了。这位主上是谁？你不说，现在就会生不如死。我不能说，说了我会死得更惨。瑞王，是瑞王。瑞王，先帝的胞弟，当今圣上的皇叔。是，就是他。瑞王为什么要救你？他要我帮他做事。什么事？他让我祸乱宫闱，他让我祸乱宫闱，蛊惑长公主，与嫔妃私通，把后宫搅得越乱越好。他想篡位。他说，要在朝中安插自己的人，等时机成熟，就逼宫。那谢家呢？他为什么要对付谢家？因为你父亲，当年先帝立嗣时，你父亲力保当今圣上，没有站瑞王的队，瑞王一直记恨在心。所以从科举舞弊，到让我替你认下丑事，再到逼我入沈家，这从头到尾都是瑞王布的局。是，他让我接近你，毁了你的名节，逼你嫁入沈家，然后再一点点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他说，他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站错队是什么下场。他派了多少人救你？藏在哪里？我是在城外的庄子里。大人，有内鬼！清理干净，我要进宫。你说瑞王要造反？臣女不敢妄言。沈婷亲口招供，
瑞王指使他祸乱后宫，陷害忠良，意在为篡位铺路。沈婷尚未说完，便被灭口。臣女不敢揣测，只是沈婷能从押解途中被劫走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查，给朕彻查瑞王府，朕倒要看看这位皇叔背地里到底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。遵旨。王爷，沈婷已经被灭口，只是她在死前已经供出了王爷的名讳。谢恒那个丫头倒是比本王想的难缠。王爷，皇上已经下旨彻查王府，我们的人恐怕藏不住了。本王在外面养了3万精兵，城里还有1000死士。既然藏不住，那就直接动手。王爷，现在动手会不会太仓促？再等下去就是死路一条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子时起兵。是。皇上，不好了！瑞王反了，他带兵攻进了京城。好一个瑞王！皇上，末将护驾来迟，瑞王的人已经攻到宫门外了，末将请旨。直接带兵围剿，谋权篡位者，杀无赦。恒儿，瑞王的人会不会来谢家？谢大人，末将叶安奉皇储前来接应谢府。燕将军，外面情况如何？不太妙，瑞王的人已经包围了大半个京城，皇宫被围得水泄不通。皇上让末将来接谢大人进宫议事。我不能走，瑞王一定不会放过谢家。我走了，我爹娘怎么办？所以末将带了300精兵，足以守住谢府。谢大人放心进宫，这里交给末将。英，你留下守好谢府。是。爹娘，你们不要乱跑，女儿去就回。恒儿，你可要当心呐！禁卫军官听令，皇上在此，瑞王谋反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杀！谢大人，这里危险，你往后站。燕将军不是来看戏的。谢家当年不站朕的队，今日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灭门之祸。300人也敢拦本王？拦不拦得住，打了才知道。把那扇门撞开！瑞王，你跑不掉了。皇宫那边已经被皇上收复，你的3万兵马已溃败。哼，小丫头，你以为本王会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城外你的兵马已经被京畿卫反包围，宫门处你的人也死的死，降的降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就算本王败了，也要拉你们谢家垫背。母亲小心！母亲，你没事吧？恒儿，你的手！你们这些蝼蚁！城外还有一队人马没有暴露，他们马上就会杀过来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王爷，我们的后援被京畿卫全占了，一个都没剩下。瑞王，你输了，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本王的计划不会败露。谢恒，你该死！燕将军，燕，你听得到吗？谢大人，末将幸不辱命。听说了吗？谢家那位女官大人亲手抓了瑞王，真的假的？那可是王爷，千真万确。我家隔壁的二舅子的表弟在禁卫军当差，亲眼看见的。谢大人带兵杀回谢府，与瑞王缠斗，最后是少年将军燕安拼死挡了一刀，才制服了瑞王。这谢大人真是了不得，上次扳倒状元，这次平定叛乱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！我还听说了，皇上要嘉奖谢大人，据说要升他的官儿。郑六品已经够吓人了，再升这是要当大周朝第一位女宰相不成？谢恒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女不敢贪功，这次能平定叛乱，全赖皇上运筹帷幄，禁卫军将士浴血奋战。行了，在朕面前就别来这套了，朕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朕欲封你为从四品上衣局司正，掌六上之礼仪典制，这是朕能给你的最高品级了。再往上，怕是要被那些老臣们的唾沫星子喷死。谢恒，朕给你的这个位置，不光是让你管礼仪典制的，朕希望你能替朕做点别的事。请皇上明示。你是女子，能看到那些朕看不到的东西。后宅里的冤屈，闺阁中的不平，朝堂上的大臣们不会替朕管，因为他们不在乎，但朕在乎。臣女明白。谢大人，您还在？你救了我和我娘的命，我自然要守到你醒来。谢大人，末将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末将想跟着您，不是那种跟着。末将听说皇上任命您为上衣局司正，您以后要管的事情很多，末将武艺尚可，可以给您当护卫。你是朝廷命官，给我当护卫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末将可以辞官。燕将军，你年纪轻轻就做到了禁卫军副统领，前途无量，辞官给我当护卫，你是不是脑子被刀砍坏了？末将的脑子很好，末将只是觉得跟着您比在禁卫军更有意义。你先养好伤再说吧。你伤还没好全，不用跟着我。末将好的差不多了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是4品大员，出门不带护卫，像什么话？大人，求大人救命！民妇的夫君要打死民妇，民妇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别怕，慢慢说。你夫君为什么要打你？他说民妇不能生儿子，要纳妾，民妇不肯，他就往死里打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民妇报过官，可官爷说这是家务事，管不了。这事儿我要管。不管大人要做什么，燕安都支持您。多谢大人。你这个妇人还敢带人回来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你是他夫君？是又怎样？我打我自己的老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本官是上衣局司正，正4品。4品？打人是犯法的，不管是打外人还是打你老婆，你打他一次，本官就打你10板掌。你自己数数，这几个月你打了他多少次？燕将军，去请个大夫来，给这位娘子验伤。是。然后把验伤文书送到廷尉府，让他们立案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你若再打他，本官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小人明白，绝不敢再犯。大人，这
这是今日送到侧门的信，大多是外头的夫人家递进来的，其中有一封乔治加了急。大人，这些日子向您递求救信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都说连皇上都夸您胆识过人，这京里没您破不了的局。求救？我救不了天下人，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反抗的由头。这信是一个商贾之女写的，说是夫家贪得无厌，吞了她的嫁妆，还纵容宠妾灭妻，又是这种畜生行径。这林家小姐也真是可怜，夫家势大，官府都不敢管。大人，您要管吗？小桃，去取纸笔，告诉他不需要求夫家怜悯，也不需要求官府做主，让他去查他公公去年经手的那笔官盐往来，那是商贾的死穴。只要握住了这个，休书还是和离，他自己说了算。大人英明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谢大人，既然已经脱了身，就别再跪了。谢大人，若不是您那封回信教我如何拿捏林家的命脉，我这辈子怕是都要烂在那后宅里了。多亏了谢大人，我们家小姐现在已经拿回了全部嫁妆，连那狠心的夫家都被吓破了胆，签了和离书。从今往后，林家愿以您马首是瞻。我只是提个醒，能从那桩苦婚里脱身，靠的是你自己的果决。往后，女子靠自己也能好好过日子。真是一个奇女子。皇上，谢家女此举简直是乱政。她身为内廷女官，却公然插手外人家务，引诱命妇反抗夫权。长此以往，纲常何在？伦理何在？请皇上严惩谢薨，以儆效尤。说完了。臣等也是为了大周的社稷稳定啊。微臣谢衡参见皇上。谢大人，爱卿们说你坏了100年的纲常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，微臣管的不是家务，是礼。夫者，父之天也。然天有道，则万物生；天无道，则乾坤乱。外臣以亲女役官职，是为不辞；命妇求告无门，是为礼崩。臣不过是正了这内廷的礼，何来乱政之说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够了，胡闹！这种小事也值得在御前争论。谢大人，你那司礼处的事儿处理完了，还有心思管这些？皇上，各位大人请回吧，皇上累了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弹劾你的，说你辟姬私臣、越权乱政、败坏朝纲，词儿都不带重样的。谢衡，你怎么看？臣女以为，这些弹劾的折子有一半是对的。哦，臣女确实越权了，按祖制，此案归衙门管。臣女一个上仪局的人，确实不该插手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插手？因为那些衙门不愿管，他们看不见被殴打的女子，也不在意他们的苦楚。谢衡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话会得罪多少人？可臣女更知道，那些受委屈的女子，她们没有替自己说话的权利。如果臣女也不替他们说，就真的没人替他们说了。朕知道你做的对，但朝堂上的事儿不是对酒能做的。这样吧，朕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训斥你一顿，罚你3个月俸禄，总要做做样子。至于你该做的事，继续做就是了。臣女谢皇上。下去吧。三字经，说元成子，野后翻河而要。谢大人，我以后也能像您一样当官，给那些坏人判罪吗？能，只要你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，什么都能做。我要好好读书，我要当女官，我要帮那些被欺负的人。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，让更多的女孩不必像我那样被人踩进泥里，却无力反抗。这1个月，谢大人对求援者来者不拒，能管就管，不能管的还想办法帮他们转到相应的衙门。京城百姓都在夸你呢。但是我今天又收到3封弹劾的折子。朝堂那些老狱府又说什么了？说我越权行事，插手大理寺和廷尉府的职权，有违祖制。祖制？祖制还说女子不能当官呢。你倒是对这些很了解。因为我的母亲就是被所谓的祖制害死的。我母亲也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，立志要做官。大家都说她离经叛道，父亲便将她关了起来。后来我母亲死在柴房里，7天后才被发现。所以您知道为什么我愿意跟着您？因为您做的那些事，
替被家暴的妇人做主，替被抢了嫁妆的妻子讨公道，替想读书的女孩办女学。那是我小时候做梦都想有人做的事，但没人做。现在您做了，所以至少让我跟着您做事，办女学也好，查案子也好，总需要人跑腿的。来，跟着我，1、2、3、4。谢大人，那个燕将军天天来，比您来的还勤快呢。他闲得慌，可不是闲得慌。老奴瞧着，燕将军是对大人您……嬷嬷去忙吧。谢大人，您有心事？燕安，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末将不明白大人的意思。你天天跟着我，我去哪里你就去哪里。你是朝廷的将军，不是我的影子。谢大人，我想做您的影子。谢大人，我知道您经历了沈婷那样的人不会再轻易相信，我也不要求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您，我会一直等。我不会再嫁人了。我不介意入赘，我不在乎这些，只要能陪在您身边。燕安，你逾矩了。抱歉，我只是觉得，喜欢一个人，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告诉他，不管他接不接受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谢大人，末将明天还是会来的。将军，要买书吗？新到的治国练兵的书都是好书。不买，这些我都有。那这几本呢？女训、女诫，谢大人管着女学，肯定用得着。这破书也有人看，这个不好。将军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看这个，谢大人编的，这才是好书。这上面写的怎么都是女子做官、女子带兵、女子经商的故事？那怎么了？瑞王造反是谁挡住的？是谢大人。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一个女子。那老张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恒儿，爹问你一件事，你别嫌爹烦。爹，请说。那个燕将军，他天天跟着你，外头有些风言风语，你对他有没有意思？爹看那孩子不错，人品也好，家世也清白。恒儿，那沈婷的事儿你不必放在心上，不是所有男子都像他那样，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。不是因为沈婷，我要做的事太多了，嫁了人就要被夫家束缚，就不能放手去做这些事了。我心里装不下别的东西了。恒儿，其实你想差了，情爱不是束缚，我看得出来，燕将军很支持你，他从来不是你的绊脚石，他一直在伴你前行。我女儿明白。我会好好想想。你跟你娘真像，一模一样的倔。我娘当年也这么倔，您给我讲讲。比你还倔。当年她要嫁给我，你外祖死活不同意，要给她说一门高门大户的亲家。她半夜翻墙跑出来的，跑了30里路来找我，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后怕。那我比娘差远了，我只会翻折子，不会翻墙。娘是真英雄。所以啊。爹希望你能好好想清楚，像你一样勇敢，不要瞻前顾后，也不要想着取舍，遵从自己的内心。谢大人，我听说您要南下了。去江南看看那边的女学办得怎么样，顺便再办几所新的。江南文风盛，女子也该读书。去多久？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，看情况。那我送您，送到城外也行。燕安，你跟着我这么久了，做的那些事，说的那些话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你一直跟着我，前程不要了？委屈什么？你又不打我，不骂我，还能跟着您做好事，帮那些受苦的人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差事？你这个人，
脸皮真厚。对，我这个人脸皮厚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弃的。燕安，我要南下去看女学，江南路远，你要不要一起？要，我要去。您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